Hello， 各位骚棒，欢迎收看本期的离谱神剧吐槽。今天咱们要盘的这部怎么说呢，属于是 YY 网文照进现实。看完之后我 emo 了3天，头快要裂开了。开局我直接好家伙，男主李长安，一个现代文学博士，爱好是酿酒，然后就魂穿了。这部经典穿越嘛，但别人的开局是王侯将相，到他这儿直接地狱难度，刚穿过来10天就被亲爹赶出家门。未婚妻上门退婚，身上就剩2两银子，眼瞅着就要去丐帮报道了。紧接着退婚流的经典戏码上演啦，男主的未婚妻沈巧杰带着退婚书找上门来，对着男主就是一顿疯狂输出，隶属他文不成武不就，经商血本无归的废物事迹。有一说一，这前身确实是个经验宝宝，但沈小姐你这操作不就是典型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末期少年穷的打脸前奏吗？懂的都懂。而我们身为文学博士的男主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还在思考一个爱好酿酒的博士啷个在古代发家致富。我的妈，你这心态是真好啊，都快吃不上饭了还想着你的酒呢。正当男主穷的叮当响时，机会来了。他听说手握大宁国半数兵权的钟离府正在以文招婿，只要对上三小姐出的对联，就有机会入赘豪门。路人甲乙丙丁纷纷表示，要是能入赘，少活15年都值。我寻思，这不就是古代版的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吗？男主溜达到钟离府门口，看到上联眼中有成天下窄，瞬间就绷不住了，结合自己的穿越经历，有感而发，随口就对出了下联：胸中无事一床宽。好家伙，这波属于是致命空大之后的灵光一闪。巧的是，他这番自言自语正好被一个女扮男装的俊俏公子听见了。这位公子哥实际上是当朝公主，他一听这下联，当场就惊呆了，觉得这绝对是旷世奇才啊！他想用100两银子买下这个下联，自己去应征。男主一听有钱拿，哪还管啥子入赘不入赘，当场就把下联卖了，还贴心的提醒对方售出概不退换。我真的哭死，这商业头脑堪称古代二手平台交易典范。公主以为自己捡了大漏，男主心里想的是有钱人的世界看不懂。公主对男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他是功名富贵如粪土，是个有大志向的奇男子。结果男主反手就是一个回旋镖，我没什么大志向，就想做个酿酒的。公主直接 CPU 都干烧了，他哪晓得男主是觉得这以文招婿就是个骗局，压根不想去当陪跑。但公主已经彻底上头了，她脑补了一出高人隐于市的大戏，对我方男主的好感度直接拉满。画面一转，公主带着马蹄糕去找她的闺蜜团，也就是钟离府的三小姐若水和上门退婚的沈巧杰。我的妈，这3个人凑一起简直是古代版小时代，都在为男人发愁。若水愁没人对得上她的对联，怕被他爹许配给不喜欢的国公。沈巧杰愁那个傻子未婚夫不同意退婚。当公主说出男主对的下联时，若水和沈巧杰也惊了，纷纷表示这是个心胸宽广的绝世才子。这时公主的下属纸鸢没能请来男主，但又花100两买回来一首诗。2位小姐姐一看，当场就疯了，上一秒还说这也没多好嘛，下一秒就变成了能值黄金万两，可入名诗词集前50。若水更是直接宣布，这夫婿我招定了。沈巧杰也化身舔狗，羡慕地说，要是能嫁给这样的人，祖坟都得冒青烟。我特么也惊呆了，姐妹们，你们甚至都不知道他长啥样啊，这还没见面呢，抢人大战就已经打响了，堪称抗战版。一起来看流星雨。而咱们的龙傲天男主呢，此刻正面临新的家庭危机，他妹妹跑来告诉他，他娘因为替他说话被下头男老爹鞭打，还被赶去住柴房，病重了都没钱请大夫，因为管家的二房小妾不给钱。男主当场开大，拿着卖诗换来的银子，先是痛扁了嚣张跋扈的二房，接着当着他爹的面上演了一出父慈子孝的精彩戏码。他引经据典，一套素质3连，把这个只会 PUA 妻儿的废物老爹骂得狗血淋头，差点当场去世。这才是真正的神级演技，强烈建议纳入如何与下头男对线的实战教材。另一边，二房的儿子，也就是男主的便宜弟弟，正准备参加钟离府的文会，一心想着夺魁当上金龟婿，然后把他哥和他娘彻底扫地出门。与此同时，公主的下属纸鸢也查到了男主的身份，发现他就是全城闻名的那个傻子。而沈巧杰正准备在公主的帮助下彻底退掉这门他看不上的婚事。我的妈，这信息量，这人物关系简直是一锅乱炖。前未婚妻马上就要把金龟婿给退了，
两位顶级白富美已经为他争分吃醋，而他那个想踩着他上位的弟弟，即将在文会上和他正面硬刚。一场集齐了退婚流、龙王赘婿、才子佳人、宅斗宫斗的大戏即将拉开帷幕。好家伙，我只能说这剧情逆天了，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我们这位爱好酿酒的文学博士如何在这次文会上把所有人的脸都打肿。